当地时间23号，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题为“团结协作谋发展，勇于担当促和平”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金砖国家有广泛共识和共同目标，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合作初衷、共同愿望不会变。此外，当地时间24号上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召开特别记者会，宣布沙特、埃及、阿联酋、阿根廷、伊朗、埃塞俄比亚6国获邀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当地时间8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特别记者会。会议宣布邀请沙特、埃及、阿联酋、阿根廷、伊朗、埃塞俄比亚正式成为金砖大家庭成员。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金砖国家都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对世界和平和发展肩负重要责任。在本次会晤中，我们围绕当前国际形势、金砖国家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了广泛共识，发表了峰会宣言，取得了丰硕成果。习近平指出，5国领导人一致同意邀请沙特、埃及、阿联酋、阿根廷、伊朗、埃塞俄比亚成为金砖大家庭成员。中方对这些国家表示祝贺，对主席国南非和拉马福萨总统所作努力表示高度赞赏。这次扩员是历史性的，体现了金砖国家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决心，符合国际社会期待，符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这次扩员也是金砖合作的新起点，将给金砖合作机制注入新活力，进一步壮大世界和平和发展的力量。当地时间23号，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题为“团结协作谋发展，勇于担当促和平”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正在经历大调整、大分化、大重组。金砖国家是塑造国际格局的重要力量。我们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共同捍卫发展权利，共同走向现代化，代表着人类社会前进方向必将深刻影响世界发展进程。回首历史，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不断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助力5国发展。始终秉持国际公平正义，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主持公道，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言权和影响力。谈到全球治理时，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国际规则要依据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由大家共同书写、共同维护，不能谁的胳膊粗、嗓门大，谁就说了算，更不能拉帮结伙，把自己的家法帮规包装成国际规则。我们要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用好金砖加合作，加速扩员进程，让更多国家加入到金砖大家庭，集众智、汇群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王友明向深圳卫视表示，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为后疫情时代国际社会何去何从指明了方向。现在摆在国际社会和人类社会面前的道路有2条，一个是竞争对抗，另外一个是和平发展。国际社会的态度很明确，金砖国家代表的就是未来国际秩序的正确走向。尤其是在西方大搞阵营对抗的当下，金砖国家要坚持和平发展的大方向，走共同安全、普遍安全、综合安全道路，整个人类才能形成命运共同体。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以牺牲别国的安全来维护自己的安全，任何国家都不能追求绝对安全，吹别人的灯不会照亮自己，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普遍的、共同的、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来指导全球安全治理的方向。王友明认为，扩员问题是本届金砖峰会最受外界关注的议题之一。在一些西方小圈子在世界上不断制造分裂与对抗之际，金砖国家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坚持走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之路，这是越来越多国家希望加入金砖合作机制的最大原因。此次正式宣布6国正式获邀加入，正是金砖机制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有力证明。这6个国家在各自所在的地区
都发挥着重要的地缘政治作用，所以它具有一定的地缘政治代表性、规模性和平衡性这3个特点这6个国家加入金砖大家庭以后，可以说是在今后的国际秩序重构当中可以听到一个更响、更亮的金砖声音，有助于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均衡的方向发展。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雷维卡·格林斯潘近日表示，为推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世界需要来自南方国家的声音。格林斯潘认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反映发展中国家愿景的重要平台，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对更多发展机遇的需求。此次会晤将进一步加强来自南方国家的声音，让多边主义更有活力、更具包容性。因为金砖机制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这联合自强团结互助的这样一个合作平台和合作抓手所以南非利用这次峰会广邀全球南方国家来参与峰会，来参与金砖与非洲、中国与非洲这样的对话合作会，所以很好的发挥了全球南方在国际秩序重构当中的积极作用。阿吉苏伊士运河大学教授拉杰布23号表示，金砖国家通过合作共赢，致力于促进贸易、投资和可持续发展，对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尤其引人注目和令人尊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称，金砖国家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增长地区，正成为多极化世界重要力量中心。这自然引起了世界越来越多国家对金砖的更大关注。报道称，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是恢复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今年前7个月，这一数字约3257亿美元，同比增长19.1%。其中，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庞大的市场为伙伴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国际关系理论与历史系主任德特耶夫认为，通过金砖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终将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他还指出，中国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将为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中国在整个10多年的金砖机制发展过程当中一直起着积极作用，可以说是为金砖机制的发展注入了满满的正能量和积极因素无论是金砖新开发银行的设立在咱们上海以及金砖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在咱们厦门的设立，都起了很大的助推作用。而中国呢，在金砖机制框架当中倡导的是开放包容、合作互助，是一种开放型的世界经济这样的一个方向。